几个女员工拉着女科长丽丽看新出的人事公告，嘴里还说着怎么会是陈化呢？而且还是总裁任命的。丽丽一看，脸色瞬间都变了。旁边的女员工还在煽风点火。这时陈化已经来到了办公室，女员工让科长看陈化已经来了。丽丽于是立马转头去看，直接放下杯子，生气地朝陈化走去。他直接强硬地把陈化拉到人事公告前，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时总裁也来了，陈化一看也惊了，丽丽咄咄逼人，他不是没写企划案吗？怎么能当上科长呢？陈化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，可能是弄错了。丽丽说自己也希望是弄错了，还指着在场的员工说怎么对他心服口服，所以让他跟他去一趟人事部，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。可总裁喊住了他们俩，还说相信大家都已经看了人事公告，肯定有些人会有些怀疑，就由他亲自来解释一下。接着说上面写的事情全部都是事实，而且是公司高层开会做出的决定。问他们还有任何疑惑吗？所有员工都摇摇头，不敢再说什么。可丽丽不死心地说不公平，说陈化没写企划案，凭什么他就能当上科长呢？但总裁一听，先让他别生气，举起手里的企划案说老板非常重视，大家知道对吧？丽丽很骄傲说昨天大家就都知道了，而且这是自己写的案子，就应该让自己恢复原职。可总裁却来一句说，除了丽丽之外，有没有谁看过企划案？在场的员工都沉默。丽丽说初稿之前就是机密，怎么会有人看到呢？总裁问她，你还记得昨天问她的问题吗？丽丽心虚说三儿吗？陈化看向她，总裁说绿色建筑建议使用三儿，问她能不能说出三儿是什么。可丽丽却说自己记不清楚了，但总裁却说昨天才刚问过你，你就不清楚了，于是又问上全场人。丽丽还说自己写的也不至于抄别人的吧。可总裁呢，却看向旁边，问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三儿。全场人看向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没人知道。总裁见状让陈化说，陈化呢立马走上来，就把三儿的英文名都全述了一遍。接着呢，说完之后又把中文名给重复了一遍，还说出它能够在建筑中对人体产生的作用，因此被称为绿色建筑的三儿。在场员工都知道，怎么陈化会知道，而丽丽不知道？丽丽也慌了，于是她看向窃窃私语，问总裁什么意思？是他偷了陈化的企划案吗？这时总裁却说是偷还是抢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丽丽不服气地说，自己怎么可能是这种小人呢？要是这样的话，靠自己的努力还能升到科长吗？总裁不以为然，丽丽却继续反咬一口，说陈化能答出来，肯定是他偷看了自己的企划案，还说陈化的人品大家都清楚，这种事情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。可总裁却说，那自己再给他出一题，冬季室内的温度他建议是多少度，而夏季室内适宜的温度又建议是多少度，还说这个够简单吧。可丽丽一副心慌的样子，说着夏天是18度到20度，而冬天是25度到30度，又说自己记不清楚了。总裁让陈化说，陈化对冬季和夏季的温度说出来是对答如流。总裁又说，丽丽作为写企划案的人，完全不知道里面的题目，但陈化一清二楚，自己倒要看看丽丽是怎么解释的。但丽丽还是坚决说自己真的没偷，里面肯定有误会，还让总裁先调查清楚。总裁说他不承认没有关系，但是拿出一个 U 盘，说里面有证据， U 盘里存有事实的真相。他特地找了技术人员恢复了这个 U 盘，发现呢这个并没有损坏，只是文件被删除了。而巧的是，这个删除的文件正和丽丽的企划案一模一样。如果不是他盗用了，那为什么陈化的 U 盘里会有丽丽的企划案？这时丽丽又慌了，沉默几秒后赶紧道歉，承认自己的错误，说下次不会再犯错了。但总裁不留情面，说让自己失望太多次了，于是让他现在就滚出公司，不想见到他。但陈化追了上去，说他误会丽丽了，自己企划案里的点子都是受到丽丽和公司的启发才想到的。但总裁却问他知道他在说什么吗？但陈化却说自己说的都是真的，每个同事都给了自己宝贵的建议和帮助，能有这个企划案，大家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，还让他把丽丽留下来继续工作。总裁皱着眉头一听，转过身来对着丽丽说，
既然陈化都说了，那自己就再给他一次机会，让他好自为之。丽丽说谢谢，但总裁却说谢陈化，而不是要谢自己。这边邵家父子来到总裁家吃饭，老爷子感慨道太香了，于是上手就抓起一块，可少君提醒他要用筷子，但老爷子不乐意了，少君连忙递上筷子，总裁也让他慢慢吃。于是邵老爷子说这才是人吃的呀。一旁的茉莉尴尬的问总裁，这是他亲自下厨做的一大桌子吗？总裁说自己可没有这个本事。茉莉说那就是外卖咯，但总裁又说是自己请了一个新管家。这说着说着，陈化就穿着围裙端来另一盘菜。老爷子先开口道，茉莉一看，而陈化也注意到了邵家父子，不免尴尬起来。老爷子先开口说，原来是陈化呀，他的厨艺啊还跟原来一样的好。陈化于是跟他打招呼，说着伯父好。可老头子说不好，走了个冤家，又来个讨厌鬼，自己能好到哪儿去呀？这时茉莉站起来对陈化说，他可真是阴魂不散，他们都搬了家了，还是躲不过陈化。但陈化回绝他说他是这儿的管家。茉莉不买账，说为什么偏偏到这儿来当管家呢？这时总裁问茉莉为什么那么生气，可茉莉却跟总裁说，让他以后可得小心点，这个管家呀厉害得很，之前就来邵家当保姆，不怀好心的，就是想要勾引邵军，还说邵家被陈化搞得乱七八糟的，自己大哥大嫂差点因为他离婚了，还让总裁让陈化赶紧走人，免得到时候倒霉的是他。陈化回怼他，之前去邵家当保姆的确是为了邵军，可是因为那是邵军是他前夫，其他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。茉莉继续讽刺说，他说的好听，但偏偏为什么又来这儿当管家？陈化那点小心眼别人都能看出来，可陈化却说他想多了，自己已经见识过邵军的无情，这辈子自己都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的关系，更不想听到他的名字。总裁也是一脸不知所措。于是茉莉说，那你就走吧。但陈化却说，现在自己在这当管家，不知道会遇到各位，如果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让他们用餐不愉快，自己就先走了。正要走时，他被总裁叫住，他对茉莉说，陈化不仅仅是自己家的管家，还是公司的员工，看在自己的面子上，不要把晚餐搞得那么尴尬。可邵军却开口说，不是尴尬，是很难堪。陈化在旁边也在忍着。这时茉莉站起身来说，现在气氛已经不对了，哪天再和少君回请他。说着就拉起少君走，少君还让老爷子一起走，可老头子却说要走他们走。接着又对陈化说，还是他煮的菜好吃，少君能娶到过他是他的福气，不像有些人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。茉莉听不下去就要走，少君还想跟着他，可却被老头子叫住，让他陪着吃饭，不要理茉莉。总裁见状看着说，也让少君留下来吃饭陪陪伯父。少君看了看茉莉，可老头子又说让他吃顿饭就有这么难吗？少君立马识相，说自己留下来陪他吃饭。总裁又看看委屈的陈化，但碍于面子也只好坐下来陪客人继续吃饭。老爷子夹菜给少君吃，陈化在一旁不知所措，站了一会儿之后就转身往后走去了。